嗨，大家好，我是胖胖。今天呢，又是我们的聊聊系列啦。那最近呢，Sony 不是出了 FX 那台相机吗？然后看网络上最近都讨论这台相机，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我自己的感觉是 FX2呢，它其实就是 A74的一个电影机的版本，就像 A7S3 它的电影机版本就是 FX3 嘛。那我自己是觉得呢 ，FX 就是给那些想买电影机，但是又不想花钱花到 FX3 那么贵。然后又不想要买 FX30 那种 APS-C 的相机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对 FX2 有点兴趣。那我自己是觉得呢 ，FX2 这台相机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反正有需要的人自然就会去买了嘛。不过呢，看到网络上大家对 FX2 这台相机讨论的这么沸沸扬扬，心里还是蛮开心的啦，因为这就代表还是有很多人在玩摄影的嘛。看来在摄影这条路上呢，其实并不孤单嘛。那今天呢，主要就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这台。你以为又是要讲这台大家讲到烂掉的 Pocket 3相机吗？不，我今天想要聊的是这台陪伴了我3年多的主力相机 Sony A74。那当初我会购买 A74 这台相机呢，主要就想要记录奶居的成长。那也很感谢 A74 这台相机呢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稳稳的帮我记录了奶居出生后的许多家庭日常生活点滴。而这台 A74 呢，目前使用了3年多，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它，而且用了这么久，我真的是对这台 A74 已经是熟到不能再熟了。所以今天呢，就来分享我 A74 的超长期使用心得吧。Go go！ 是说到2025年了，还会有人想要看 A74 的介绍影片吗？那这台 A74 呢，它有许多让我很喜欢的点。整体来说呢，这台 A74 也都蛮符合我的使用需求。但是如果要讲的很详细的话，那这部影片可能会超过30分钟以上，这样可能太长了。所以我就大概分享几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点吧。那首先呢，是 A74 的一个神奇的隐藏功能。放在第一点讲是怕你们太早就关掉影片，没听到就太可惜了，对不对 ？A74 它的 4K 呢是 7K 超采的，然后它的 4K 60P 呢则是 4.8 倍超采下来的，所以它的 4K 画质是非常的优秀。之前拍过它的 4K 画面，真是被它的画质给惊艳到了。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 A74 它有一个隐藏功能，就是如果你用 1080P， 然后用 Crop 的模式下去拍摄的话，它的画质是会逼近 4K 的画质很神奇吧？这个神奇的隐藏功能呢，是已经国外都有测试过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YouTube 上搜寻看看，就可以找到它的测试影片。那这神奇的隐藏功能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我可以用档案比较小的方式，然后去拍出画质接近 4K 的影片。毕竟 4K 它这档案真的是太肥了。即便我现在已经装了 NAS， 但是我还是会很担心拍太多 4K 影片，然后很快就把我的 NAS 给装满了。我们还是得控制我们的储存空间啊。太快把 NAS 装满的话，那我很快就得去买硬碟，那我的钱包会痛。而且 4K 影片呢，对我的电脑来说，剪辑是有点吃力的。所以我自己平常在拍影片呢，几乎都是拍 1080P 的画质。然后有需要比较好的画质呢，我就用 Crop 的方式下去拍，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接近 4K 画质的影片。但是呢，这个功能也是有缺点，就是因为我们 Crop 之后会裁切嘛，所以你的焦段呢必须要再乘以 1.5 才是你实际 Crop 后拍出来的焦段的大小。所以你要用广角拍摄的话，那你可能就变得不够广了这样子。那第二个要分享的是，如果有用 A74 在录影的人呢，一定要去设定把一个叫做自由曝光 F 的模式给开启。我跟你说，这个功能真是超赞超好用的，你用过一定就回不去了。建议一定要打开使用。好吗？答应我。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有点像是在用手动的 M 模式下去拍摄，只是你可以透过机身上面的3个快捷键，分别让你的 ISO、快门、光圈变成自动的。你可以让其中一个参数是自动调整的，或者可以让2个参数同时是自动调整的，或者更绝的是，你可以让3个参数同时是自动的方式在做调整的哦。那它的好处呢，就是让你比起用 M 模式呢，可以更快速、更弹性的去调整你的参数。然后相比 A 模式或 S 模式呢，又多了更多的参数可以去做调整。这个要用短短几分钟来说明它有多好用呢，我觉得有点困难。有需要的话，我之后再拍个影片来介绍一下这个功能。那我也会在资讯栏上面放别人介绍这个功能的影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再来要讲的就不是什么很新鲜没听过的功能了，但是这个设计也是让我用过之后就爱不释手。这个功能就是机身上面的照片、录影切换的拨杆，真的是用过就回不去了。我不用再像以前的相机要这样转才能转到录影的模式。然后另外也建议去设定里面把一个叫做不同镜像影像的设定给打开。这样搭配使用呢，就可以让你照片的设定参数跟影片的设定参数是分开的，不会互相干扰。例如，我就可以给影片套用 S-Log，
然后给照片呢，就是套用一些风格档，像 FL 或 IN 的风格。那我只要用拨杆去切换照片或录影呢，那他们就会各自切换成对应的风格，就不用我每次切换录影或拍照呢，都还要重新去设定风格档要套用哪一个，这样会快速很多。但是呢，也要注意呢，在使用的拨杆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就是你拍完照或是你录完影呢，你不要太快把它切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你刚拍完呢，你的档案都是还在储存的状态嘛。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切换拨杆呢，可能会中断你档案的储存，那可能就会很容易让你的档案出现问题。最惨的可能是你的档案会直接就消失不见。那就建议你拍完之后呢，荧幕上面存储的那个图示已经跑完之后，你再切换的拨杆是会比较安全的。然后再来第4点呢，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 FL 和 IN 的风格档，这个风格也是我很喜欢的。不过这个风格呢，在近期的 Sony 相机里面都有出现，那它就不是 A74专有的一个功能。那我自己在拍照的时候呢，我都会习惯用 RAW 档加 JPG 的模式。那你拍完的 RAW 档呢，它是不会被这个风格档给影响的。那你进入 Lightroom 里面呢，你也可以自己再重新去设定你要 FL 或是 IN 的描述档，或者是其他的描述档，你可以自由的去做选择。那你拍完的 JPG 呢，它只是会直接帮你套上这个 FL 或 IN 的风格档，那这个套用上去呢，就是已经不能再改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 RAW 档可以自由的去调整。所以这个 JPG 拍完之后呢，就是方便我可以随时传到手机，可以及时分享到社群去做使用，是真的蛮方便的哦。不然还在旅游的过程中呢，你没有办法马上去调色嘛。那有这个风格档套用呢，就可以让你更及时的去做分享哦。那其他还有像是一些点也是很不错的，例如 A74是全画幅嘛，全画幅它就是很多的按钮，很多按钮就是会让你操作起来很方便。很快速，然后再来呢，它也有那个对焦拨杆，那个拨杆真的是拨起来手感真的是很棒。然后再来就是它也可以插双卡嘛，我如果是出国玩的话，我一定会插2张卡同时做储存，以防万一如果你卡片有一张坏掉了，那你另外一张还有存到档案，就是双重保障啦。然后还有像录影也有红框的提示啊，还有它的握持手感也很好啊之类的，就这些优点其实都只是小小的点，也不是官方拿来宣传点。但是这些点呢，综合起来就是让我会很喜欢这台 A74的一个原因。那 A74呢，它其实也是有些小小的遗憾啊。对一些人来讲呢，这些点可能是难以接受的缺点，但是对我来讲呢，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啦。但如果这些点如果未来可以加强或改善的话，那当然是更好啊。例如第一点最多人讲的就是它的 4K 60p。是会裁切的，也是这次 F-X2 呢被人讨论最多的一个点。毕竟 F-X2 就是 A74的电影机路线版本嘛。但就像前面有讲到的， 4K 的画质是真的很棒，只是对我来讲呢， 4K 真的是太占容量的空间，然后剪辑起来又有点电脑跑不太动。所以更多时候呢，我还是倾向拍摄 1080p 的画质，然后用24帧或者是60帧去做拍摄。所以 4K 60p 的裁切对我来讲真的影响不大。毕竟我都用 1080p 在做拍摄嘛，所以就没有造成我太大的困扰。那第二点呢，就是当初有被当作卖点来宣传的双原生 ISO 3200。那我在自己使用上呢，是觉得它的3200的 ISO 呢，确实是有比 ISO 2500拍摄出来的画面呢，噪点还要少那么一点点。但是我得说，就是在夜晚拍摄的时候，其实 ISO 3200还是不太够用的。像我用2470 GN2 代的镜头，或是1635 GN2 代的镜头，它光圈 2.8 的情况下，你用 ISO 2200在夜晚拍摄出来的画面还是有点偏暗，有时候还是得开到6400，才会稍微比较够一点。在网上就不要了啦，因为在网上的噪点真的太多了，就整个画面都已经受影响了。所以下一台的 A75如果可以改善的话呢，我是希望它的双原生 ISO 呢可以到6400，可能在夜晚拍摄呢会比较够用一点。那如果对夜晚拍摄真的有比较大的需求呢，当然还是建议直上 A7S3 或是 F-X3 这种双原生 ISO 有12800的相机，可能还是会比较实用的。再来一点呢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错觉啦，就是我觉得 A7在拍摄婴儿的时候呢，它的眼部对焦其实是没有那么灵敏的。就是那时候乃居还是婴儿的时候呢，我用 A7去拍它，那很长时候呢是没有触发到那个眼睛对焦的部分，所以这情况呢在闭眼或张眼的情况下都会发生，然后闭眼的情况发生的比较频繁一点。那如果小孩又有戴口罩的话呢，他的眼睛的对焦也是比较不容易被触发的。这是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啦，那我不知道其他人在使用上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分享让我知道。那后来乃居长大到2岁以后呢，他的外表已经脱离婴儿那种肥嫩的时期之后， A7的人眼对焦就比较容易被触发了，目前拍摄上就已经没有这个困扰。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 A7这台相机真的是很扎实，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扎实的关系，它有些按键是有点紧的，就让你在转动转盘的过程呢，会觉得有点割手的感觉，会有点痛。那我那时候以为是相机刚买来还太新的关系，用久之后呢，可能就会改善。但目前我使用了3年呢，是有好那么一些些，但不多，还是会有一点点割手的感觉。就是相比我拥有的另外一台相机 Alpha 6400呢，它那个转盘呢，转起来就真的比较滑顺。那 A74 呢，转起来比较有扎实感，但扎实感就会让我的手有一种割手的感觉。有人使用 A74 也有一样的感觉吗？那再来要讲的是 A74 当初刚新出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被当作卖点来宣传的功能。那有哪些功能是我这3年来其实很少用到的呢？第一个就是它那个颜色对焦图，这个功能我真的是几乎没有用到过，因为我平常拍摄就是像这样子 YouTube 的谈话影片嘛，然后不然就是我出去旅游拍摄这样子。那其实我这2种使用场景呢，都不太需要开到这个颜色对焦图来做使用，我都让相机自己自动的眼睛对焦，其实就很够用了。感觉这功能是不是比较适合拍摄微距啊，或者是拍摄访谈，你要有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对焦范围，或者是拍摄商品，那这种场景可能会比较适合用到这个颜色对焦图。不然一般的其实靠 Sony 强大的自动对焦已经就可以搞定一切了，不太需要用到这个颜色对焦图的功能啊。那再来第2个很少用的功能就是它的关机自动关快门帘的功能。它用意其实好的是让你在换镜头的时候呢，可以保护你的感光元件，但是因为刚出那时候就有看到人家影片说，这功能打开之后呢，如果你一关机就很快就把镜头拔掉的话呢，是有可能造成你的那个快门帘就是损坏的。那时候看到人家分享这个灾情之后呢，我就完全不敢打开这个功能，因为我就怕我哪天真的是太紧急去换镜头，然后真的就不小心就把这个快门帘给弄坏了。对，所以这个功能就是我目前都不太敢用的一个功能啦。那再来呢，那时候还有讲到 A74 有一个 S Cinetone 的 Log 模式，那时候说用这个 S Cinetone 拍摄呢，人脸肤色部分呢会更红润一点，拍人的话，它的肤色可能会比 S Log 拍起来的更好看一点。但这部分呢，不是这功能不好，是我自己太懒惰了，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好好去研究这个功能，没有去把它研究好，没有去把它学会。所以我目前还是只会用 S Log 去做拍摄，这部分是我自己学习太慢的问题啦，不是 A74 这个功能的错。但是因为真的很少用到，我还是讲一下。没办法，其实它 S Log 3就已经很好用了，就是会让我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动力想要去学这个 S Cinetone 要怎么调。那最后呢 ，A74 这台相机也出了3年多了，最近也一直看到网络在谣传说 A75 已经快要出了。那我自己应该是不会换 A75 啦，应该是不会换了。应该啦，但是我一个喜欢摄影、喜欢器材的人呢，难免还是会幻想说，如果 A75 出的话呢，会希望能改善 A74 的哪些功能，或者是能够有一些什么新功能呢？那第一个我最想要的设计呢，就是像 A7R5 那样的翻转萤幕。就是虽然说现在 A74 的翻转萤幕呢，用起来也是很够用，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拍摄一些低角度的时候呢，会需要让萤幕往上翻。但是 A74 要往上翻呢，它是得先侧翻，然后再往上。那你在拍摄低角度的时候，其实你拍摄的方向跟你看萤幕的方向是会有一点差距的，你在拍摄起来会觉得有点不太顺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违和感，这感觉我说不上来。如果有用过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一种蛮不协调的感觉啦。所以我第一个最想要的就是希望这个翻转萤幕呢，可以变成像 A7R5 的那种翻转萤幕，那一定会让拍摄上面呢更顺手一点。那当然也是会希望能够提升一下萤幕的显示画质啦。就是 Sony 这个祖传萤幕呢，也是被大家嫌到不行。我自己使用上是觉得，还可以接受。那时候拿到的时候还觉得这个萤幕呢还比 A74 的好一点，我心里还觉得蛮开心的。但是我自己像现在夏天嘛，在外面太阳很大的情况下使用呢，其实萤幕的亮度我会觉得不是很够，然后画质部分呢，用过 Action 5 Pro 之后呢，再回来看 A74 这个萤幕，我就觉得原来萤幕的显示真的是有差。不过像 Action 5 Pro 那萤幕是有点太好了，好到会让你觉得每次拍出来都是很美的画面，然后实际放到电脑上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画面也没有不好，但是跟在 Action 5 Pro 上面看起来呢，就是觉得
差了不少这样子。那在第二点希望能够改善的，当然就是 4K 60P 不要有裁切嘛。虽然我前面自己也说我很少拍摄 4K 的影片，但是有这个功能总比没有好啊。有这个功能我可以去选择要或不要用。如果之后 4K 60P 不裁切的话，我可以自己去选择说我需要让它裁切或是不裁切嘛。那像现在呢，就是 4K 60P 是只能裁切，那我就是只能有这个选择。然后像我1635这个镜头装上去呢，拍摄 4K 60P 就一定是裁切的，然后拍摄出来的广角也不够广这样子。我相信 4K 60P 如果没裁切的话，大家一定都会很开心的。如果 4K 60P 还是有裁切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骂爆的。那至于 4K 120P 呢，我自己就不太敢奢望了。毕竟如果有 4K 120P 的格式的话呢，可能会打到他们自家电影机的产品线啊，所以没有 4K 120P 我自己是还可以理解的。然后再来就是前面有讲到的原生 ISO 部分嘛，希望原生 ISO 可以到6400。它如果可以再更高的话，当然是更好了。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呢，它的防抖功能可以再加强一点。刚拿到 A74 的时候呢，我在使用它的防抖功能，我是觉得还 OK 的，还不错用。但是这3年来呢，市面上也多出了很多新的相机嘛，那它们的防抖功能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像那个 ZV-11还是 ZV-10，我也忘记是哪一台。它的那个防抖功能就是真的很强，比 A74 真的强太多了。所以 A75 如果出的话呢，当然也是希望这个防抖功能能够再做一点提升，这样。然后最后一点，我希望能够有的功能就是 AI 对焦的部分，就是 Sony 后面他们自己出的相机呢，其实都有多了一些 AI 对焦的部分，像是 AI 对焦火车啦、人体躯干啊、手啊、背部啊之类的。因为像 A74 呢，它就有人眼对焦，狗狗啦、猫咪啊。鸟类的眼睛对焦的功能，那这在拍摄人的正面呢，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像有时候我们人会转嘛，会侧身嘛，那你没有办法对眼睛的时候呢，你要去对身体，就会变得对的没有，不见得那么准确这样子。虽然它是有触控追焦的功能，但我觉得如果有后面那些 AI 对焦的功能，那应该会更好用一点，对焦也会更准确一点。像我旅游在拍摄的时候呢，就不用还要再腾出手，然后去按那个荧幕去按触控追焦。那你这样子在旅游拍摄肯定是可以更快速一点，就比较不容易去错失掉旅游看到的任何画面这样。好，那 A74 的分享呢，差不多就讲到这边啦。那其实 A74 这台相机呢，以我自己的需求来说，它已经是够完美的了，已经能够符合我的使用需求。它既能 cover 我拍照需求呢，也能满足我对录影上面的需求。无论是我在旅行啊，或者生活记录啊，或者是像现在拍摄 YouTube 影片呢，其实 A74 这台相机呢，使用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真的是很够用了。目前用了3年，这台 A74 它用起来都很稳定，没有出过什么太大的问题。等一下我这样是不是在立 flag？ 所以即便是现在已经2025年了，我都还是蛮推荐别人去购买这台 A74 的。尤其是现在 A75 也快出了，等到时候 A75 出的话呢， A74 也可能会再降价，无论是二手价或者是新机价格都可能会再降一点。有需要的人去购买一定是更划算的。而且 A74 这台相机呢，对我而言又是一台很有意义的相机，因为 A74 呢是在我儿子奶居刚出生2-3个月的时候买的，等于是 A74 陪着我一起看着奶居长大，长到现在3岁半了，然后陪伴我，帮助我记录奶居出生到现在的点点滴滴。对我而言呢，真的是充满着满满的回忆啊！所以就算未来如果真的有买其他新的相机呢，新的全画幅相机呢，我也不会把这台 A74 给换掉，因为 A74 对我而言呢，就是这么重要，然后又对我这么有意义的一台相机。它让我在使用上呢，真的都非常的满意哦。对，而且它也陪着我在摄影的这条路上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成长进步，都是有这台 A74 陪着我的。不过话虽如此呢，我还是很期待看到 Sony 出 A75 啊、A74 啊，或是 FX3 的下一代机型，就真的很期待看到 Sony 又会有什么神奇的黑科技出现了。好啦，那这集闲聊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如果你们对 A74 啊，或是未来出的什么新相机呢，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也都欢迎留言理性讨论哦。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Honestly, I might catch a flight tonight, just in time to pick you up and see the sunrise.